就在上周，拜登政府批准其任内第2次对台军售。当地时间2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宣称，已决定出售支持台湾参与爱国者导弹工程勤务及导弹效能检测计划的设备与服务，为期5年，总价约1亿美元。回顾历史，美国对台出售爱国者导弹始于1993年，而后的2008年、2010年，美国也陆续对台输入了爱国者导弹系列武器。直到蔡英文任内的2017年，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爱国者3导弹计划全数交运完成。但是由于尚有200亿元新台币的结余款，2021年台防务部门与美方谈妥这笔钱用来增购300枚增程型 MSE 导弹，计划在2025年和2026年分批完成交运及部署作业。台湾地区军队装备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呢，主要包括呢 PAC-2型和 PAC-3型。那前者呢以防护为主，后者以反导为主。目前装备的部队啊是台湾地区的793旅的631营、794旅的632营，以及呢795旅的633营。主要防御的区域啊包括大台北地区、台南以及台中。那主要是面向了西面。那么在阵地选择方面呢，也是避开了人口密集区。这样的话就能够防止拦截作战的时候，这些导弹的碎片落在人口密集区，形成了2次杀伤。据台媒报道，虎年初一一大早，蔡英文赶赴新北市新店神雕营区卫冕官兵，听取爱国者导弹任务简报，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尽管台当局一味压倒，该导弹经战力提升后，能在多大程度上防范拦截，仍旧不被看好。从美军自己以及他的盟友所进行的拦截作战的实际的拦截率来看多的也不超过20%，低的时候只有5%左右。那么像这样的实战拦截率呢，也要进行防御作战的话，实际上根本不够的。你像台湾地区军队呢装备的爱国者 PAC-2呢，也就是200枚，装备的爱国者 PAC-3呢，也就是444枚。那结合它的实战拦截率，你想要去拦截呢各种的空中的飞行器，还有弹道导弹，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台海的战略态势已经毫无悬念，买再多美国武器与服务也改变不了。台湾地区的爱国者 PAC-3它主要还是针对拦截呢没有机动变轨能力的近程弹道导弹，也就是说那种固定的抛物线弹道的。对于末端呢具有机动变轨能力的弹道导弹它实际上拦截能力就非常低了。你像我军现在装备的新型的这些弹道导弹，其实都是具备的末端机动能力的。像公开展示的东风15B 近程弹道导弹它呢在头部有4片的小型的弹翼，这4片小型弹翼是控制飞行姿态的。那么你就知道呢东风15B呢具有末端的机动变轨能力，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就是针对呢突破爱国者 PAC-3导弹拦截的。也就是说，在新型的这些弹道导弹面前爱国者 PAC-3呢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据台媒报道，这次1亿美元的导弹系统费用中，最大笔的项目就是雷神公司的导弹系统技术协助顾问费用。根据我们的了解，雷神公司对于爱国者导弹，它设有一个专案的一个维护修理相关的办公室，大概20几人。这整个爱国者系统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复杂，而且很多部分相当的机密，它相关的这个保修是不让台军方的人士插足，完全由美国的技术代表或者送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处理。那台军方其实在很大成分其实受制于美国。当然，对于美方来台这些人士，他这些费用其实由台相关的军费来支付包括他个人在台湾地区的可能生活居家，甚至说他如果有眷属来，这些都是一并处于一个费用里面。实际上，在台湾购买爱国者导弹整个过程中，有数次被美国宰的经历。据台媒报道，2020年，雷神公司曾提出1亿美元的高额款项，台空军未予满足。之后，雷神公司向美军投诉，事情闹到美国在台协会，雷神公司还私自取消了台军爱国者使用方的资格，不让台军方参加使用方年会，并扬言不再执行台爱国者导弹软硬件的例行升级。台空军
经常抱怨这个雷神公司在爱国者导弹这个相关的技术服务，还有保修这个部分，其实这个费用太高，而且相关的技术人员，技协，它的人数编制过大，对于台军方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曾要求这个美国这个制造商进行一个降价，但还是必须闷着头吞下苦。除了爱国者，其实去年8月，拜登政府首度拍板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40套 M109A6 中型4型榴弹炮等武器，总价值约7.5亿美元。但半年过去了，却被媒体爆出进度落后，台美尚未签发下书，预算可能还会涨。对于台当局在军售过程中对美国的逆来顺受，岛内评论员董志森就直言，不排除美国会借技术人员往来做一些小动作，但明知美国不怀好意，但也难以挣脱，这就是台湾的悲哀。这本来就是保护费啊，借个名目哈。那我们这个其实都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用了这套手法。那他会派一些人来啊，而且人可能比过去多。这些工程技术人员维修，甚至很多是有兼职的，甚至他有可能夹带一些情报人员。是，就在。那其实美国当然大家也知道，他吃定台湾了啊，他喊出什么你就非买不可。所以你要莱猪也吃了，核食也吃了，武器也买了，这就是作为台湾人的悲哀。